就在2026年7月，当我们以为这不过又是一个寻常的盛夏时，一连串的灾难却接踵而至，快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先是台风梅沙在广西上空整整滞留了26个小时，狂风裹着暴雨倾盆而下。位于南宁衡州市的六兰水库堤坝，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崩开了一道近50米宽的巨大缺口，洪水像一头挣脱了锁链的猛兽，在一瞬间倾泻而出。下游那座沉睡中的村庄，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浑浊翻滚的洪流彻底吞没。有幸存下来的村民事后含着泪说，当时水里飘着好多人，可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被冲走。你能想象那种绝望吗？站在自家的屋顶上，看着浑黄的水一寸一寸地漫上来，听着远处传来的呼救声越来越弱，却连一艘船都等不到。这场洪灾来得又快又猛，快到很多人连逃命的时间都没有。衡州，这只是一个人口才90万出头的县级市，可就在这么一块土地上，大大小小的水库和塘坝竟然多达1766座。当暴雨一来，这1700多座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瞬间就变成了悬在百姓头顶上的1700多颗炸弹。六兰、云表、三岔、茶园，一座接着一座溃坝，洪水迅速漫过了2楼，车辆像玩具一样被冲翻。更荒诞的是，当地养殖场里数以吨计的眼镜蛇随着洪水冲进了村庄，在水里四处乱窜狂咬，不少来不及逃生的居民就这样被咬伤在自己的家中。你想想，那是一幅怎样的地狱般的景象？洪水已经淹到胸口，头顶是倾盆的暴雨，水里还游动着夺命的毒蛇。到最后，全广西的受灾人数扩大到了37万以上，至少6人死亡，11人失踪。部分河流的水位一度超过警戒线达7米之多。而就在灾区还来不及喘息的时候，另一个超级台风巴威又气势汹汹地朝着西北太平洋扑了过来。在这场灾难的背后，还藏着一个让当地百姓愤怒又心寒的疑问：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很多独田村的村民事后回忆说，事发当天的上午，他们才刚刚接到紧急撤离的通知，可还不到半个小时，整座村庄就被洪水给淹没了。这么短的时间，叫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怎么可能逃得出去？画面里有2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被困在屋顶，只能小心翼翼地沿着屋脊往高处爬，在风雨里苦苦等待着救援。还有更多的灾民只能在网络上一遍又一遍地发出求救的讯息，说我们这里受灾最严重，水太深了，普通的橡皮艇根本开不进来，求求大家把消息扩散出去，我们需要大型的冲锋艇。当一座又一座水库在暴雨中被迫泄洪，甚至溃坝，而下游的百姓却连一句及时的警告都等不到时，你说这一笔账究竟该算在老天的头上，还是算在人的头上呢？更让人难以释怀的是那2个字：被泄洪。在很多灾民的口中，这场洪水并不完全是天上落下来的，而是上游的水库为了保住自身的安全，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了紧急泄洪，把滔天的洪水一股脑地倾泻到了下游这些毫无防备的村庄头上。牺牲谁，保住谁，这中间的取舍往往在一念之间就决定了。可对于那些世代生活在下游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甚至连自己是被选中要牺牲的那一个都毫不知情。当洪水漫进家门的那一刻，他们才恍然明白，原来自己的身家性命在那个宏大的调度计划里不过是一个可以被轻易抹去的数字。这种被当作棋子，被随意摆布的愤怒与无力，恐怕比洪水本身更让人感到彻骨的心寒。如果你以为灾难只发生在广西，那就错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湖北省的东部在一个周一的夜里遭到了强雷暴、狂风，甚至是龙卷风的正面袭击。一夜之间，至少11人丧生，330多人受伤，还有1人下落不明，约14600人受灾，20多栋房屋当场倒塌，4800多间房屋受损。你看，这一南一北，一个是水淹成灾，一个是风暴肆虐，2场天灾就这样同时压在了同一个夏天，同一片土地上。很多人在网络上问，这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灾难会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接着一个递来？是巧合吗？还是说这是某种更大的东西正在悄悄拉开它的序幕？可是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一点，把耳朵贴近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你就会发现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答案。眼前的这一切可能真的只是一个开场。就在中国南方被洪水和风暴反复蹂躏的这段日子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有3位素以预言闻名的先知，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警告。他们的话语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方向，一场远比洪水更巨大也更深远的灾变正在向这片古老的土地逼近。这3个人，一个看见了比黑死病更恐怖的瘟疫，一个看见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崩解与变天，还有一个则在梦境中看见了那个象征着死亡与末世的身影。而串起这一切的是一抹反复出现在他们意象中的诡异的紫色。这3则来自不同人、不同角度的预言，就像3块看似毫不相干的碎片，可当你把它们拼在一起时，浮现出来的那幅图画却足以让任何一个清醒的人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今天就让我们一片一片地把这些拼图摊开来看。先说第一位，熟悉我们频道的朋友对布兰登·比格斯这个名字应该不会太陌生。这位美国先知之所以能让那么多人信服，是因为他曾经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那场针对美国前总统的行刺。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人的预言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应验，而且应验在那样一件震动全球的大事上时，人们对他后续每一句话的态度会发生怎样的转变？从那以后，他每一次开口，全世界都会忍不住竖起耳朵，生怕漏掉了任何一个细节。而就在2026年，他反复提到了一个他已经看过不止一次的意象，一个关于瘟疫的意象。这一次他所看到的画面让他自己都感到不寒而栗，以至于他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恳求人们要为此祷告，要为此做好准备。比格斯形容说，他所接收到的这些意象是层层叠叠，像剥洋葱一样，一次比一次更清晰地展现在他面前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的意思是，关于这场瘟疫的警示并不是一次性的全部砸到他面前，而是分成好几次，一层一层地揭开。第一次，他或许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一场大瘟疫。可随着时间推移，同样的意象再次出现时，画面就变得更加具体，更多的细节开始浮现出来，病毒是怎么来的，靠什么传播，会蔓延到哪里。正是这种一层一层深入的方式，让他确信这绝不是他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东西，而是一个正在逐渐逼近、逐渐成型的真实警告。那么，当这一层层的洋葱被完全剥开之后，露出来的内核究竟是什么呢？他说，他看见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大瘟疫，那景象就仿佛是近700年前那场夺走了将近5000万条人命的黑死病在现代的重演。但这一次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这场瘟疫不是天然的。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有人正在利用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技术去改造、去合成一种前所未有的致命病毒。而传播这种病毒的载体不再是我们熟悉的蝙蝠，而是老鼠，一种被刻意培育的能够活得更久，以便把病毒散播得更远更广的老鼠。他看见这场疫病从欧洲开始蔓延，接着席卷非洲，再烧到中东的部分地区，最后一路朝着美洲扑来。而伴随着疾病扩散的是全球性的经济崩溃。他还特别提到，欧洲的货币体系会率先崩盘，然后像被推倒的骨牌一样一路冲击到美元，最终动摇整个世界的金融根基。更耐人寻味的是，他说这一切的爆发会落在某一任总统任期之中的某一段时间里，那是一个留给世人去警醒、去准备的窗口。这里我还想多说几句那个关于经济崩溃的预言，因为它离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其实一点都不遥远。比格斯特别强调，这场崩盘会从欧洲的货币体系开始。你可能会想，欧洲的货币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在今天这个高度联动的世界里，全球的金融市场早就像一张织得密密麻麻的大网，牵一发而动全身。
欧洲的货币一旦崩塌，紧接着遭到冲击的就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而美元一旦动摇，就意味着全球的贸易、物价，甚至是你我手里的存款和退休金，都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卷入一场巨大的风暴。回想上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最初也不过是大洋彼岸几家金融机构的暴雷，可最后那场风暴却席卷了全世界，让无数普通家庭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先知口中那场由瘟疫引爆的经济崩溃，一旦真的发生，其威力恐怕会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极限。我们先停下来，好好想一想这个意象里最让人不安的那个字眼——改造。在过去，无论是黑死病，还是后来的种种瘟疫，本质上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是病毒在漫长的演化中偶然获得了感染人类的能力。可比格斯所看到的这一场，却是被人为的设计出来的。当一种病毒可以在实验室里透过人工智慧被反复计算，反复优化它的致死率、它的传播力、它躲避免疫系统的能力时，那已经不再是天灾，而是一种武器。而选择老鼠作为载体，这个细节更是耐人寻味。老鼠这种生物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繁殖惊人，行踪隐秘。如果真有人丧心病狂到把一种致命病毒和这样一种无孔不入的生物绑在一起，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这听起来像是最黑暗的科幻电影里的情节，可偏偏现实给了我们一记重重的耳光。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不过又是一个危言耸听的预言罢了。可是，让我们把这个意象和2026年真实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你可能就笑不出来了。就在这一年的5月，世界卫生组织接到通报，一艘航行在大西洋上的邮轮爆发了一种严重的呼吸道疾病，短短几天之内就有多名乘客相继死亡。这艘船上总共也才载着100多名乘客和船员，可就在这样一个封闭又拥挤的空间里，死亡的阴影迅速蔓延开来。经过紧急检验，罪魁祸首浮出了水面，是一种叫做安第斯的汉他病毒。而这种病毒最关键的2个特征是什么呢？第一，它是极少数能够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的汉他病毒，这在汉他病毒里是非常罕见的。第二，也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一点，它的天然宿主正是老鼠。你有没有觉得这和比格斯口中那个由老鼠传播的瘟疫意象重叠的有些过于巧合了？一个先知在意象里看见老鼠成为瘟疫的载体，而现实中一种由老鼠携带又能人传人的致命病毒恰恰就在这一年爆发，还登上了一艘飘在大洋上的邮轮。当时世卫组织的官员甚至不得不站出来反复强调，请大家千万不要恐慌，这不是下一场新冠疫情，这种病毒的传播方式和新冠完全不同。可是你想想，当一个权威机构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来安抚人心，告诉大家别怕的时候，恰恰说明人们心中的那份恐惧已经被点燃了。他们越是强调，人心反而越是不安，因为所有人都还记得上一次那场改变了全世界的大流行，最初不也是从一些看似遥远、看似不起眼的消息开始的吗？而这还只是2026年里令人心惊的其中一件事而已。就在同一年，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了近年来最凶猛的一场伊波拉疫情。这一次的病毒株格外棘手，因为过去好不容易研发出来的疗法和疫苗，针对的是另一种伊波拉病毒，对眼前这一株几乎起不了作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医生们手里那些原本能救命的武器，这次几乎全都失了灵。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在5月将它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最高等级的警报。到了7月，光是刚果一地确认的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了600人，而且由于当地医疗条件的落后和持续的动荡，真实的数字很可能还要高得多。更令人担忧的是，疫情还在不断向周边的省份扩散，甚至连远在欧洲的法国都出现了输入性的病例。一边是先知口中那个被人工智慧改造、由老鼠传播、席卷全球的瘟疫预言，另一边是现实中一场接一场跨越大洲蔓延的真实疫情。这2条线正在以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慢慢的靠拢。其实不只是伊波拉和汉他病毒，放眼2026年，
整个世界的疫病版图都透着一股不寻常的躁动。麻疹的病例在许多国家卷土重来，猴痘的阴影挥之不去，就连一些早已被人们遗忘的古老疾病也在悄悄地抬头。公共卫生的专家们甚至早就给那个尚未现身却迟早会到来的未知病原体起好了一个代号，他们称它为疾病 X。 这个代号背后的含义令人不寒而栗，它指的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病毒，而是下一场足以掀起全球大流行的我们至今尚未认识的未知瘟疫。专家们的意思很明确，那样一场大流行不是会不会来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当一个社会一边在经历着真实的疫情此起彼伏，一边又听着先知描绘那场比黑死病更恐怖的浩劫时，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迫感是任何言语都难以形容的。而且如果我们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心惊的规律，大瘟疫与大帝国的崩塌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过程中，就曾经被一场又一场的大瘟疫反复重创。那些夺走了无数人命的疫病，一点一点地掏空了帝国的元气，动摇了它的根基。历史上许多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大王朝，在最终走向覆灭的那条路上，瘟疫、饥荒与民乱几乎总是如影随形，彼此纠缠。一场足够致命的大瘟疫不仅夺走生命，更会摧毁一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与人心。当百姓在瘟疫中大批死去，当统治者束手无策，当粮仓见底，人心思变，一个看似稳固的政权就会在这样的内外交困中迅速地走向崩解。你看，先知口中那场瘟疫和那个关于帝国变天的预言，在历史的逻辑里本来就是紧紧扣在一起。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聊一聊那个贯穿始终的诡异符号了，那一抹紫色。这些年天空中确实出现过一种让科学家都摸不着头脑的奇异现象，它不是我们常见的极光，而是一道垂直划过夜空，连接着天与地的紫白色光柱。科学家给它取了一个代号，可即便到了今天，也没有人能够100%地说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除此之外，在世界各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拍到过整片天空被染成诡异紫色的画面，尤其是在一场大风暴袭来的前后。有人说那只是空气中的尘埃和水汽折射阳光的结果，是再普通不过的自然现象。可也有很多人看着那一片妖异的紫光，心里总会升起一种说不出的不安，因为在许多古老的信仰里，紫色从来就不是一个寻常的颜色。在西方的传统中，紫色是君王的颜色，是祭司的颜色，是权柄与尊贵的象征。在古代，紫色的染料极其昂贵，只有帝王和最高的祭司才有资格穿上那一袭紫袍，所以紫色天然就和最高的统治者联系在一起。可是你知道吗？在那段最著名的受难故事里，当那位圣者被押上刑场受尽羞辱之前，那些嘲弄他的人给他披上的恰恰也是一件紫袍，还给他戴上了荆棘编成的冠冕，假意的朝他跪拜，喊他做王。在古老的末世预言里，天空更是传递天意的画布。有记载说，到了那决定命运的时刻，太阳会变得像麻布一样黑，月亮会变得像血一样红，天上的星辰会像成熟的果子一样坠落，整片天空会像卷轴一样被卷起。这些关于天象异变的描述，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视为大变局即将降临的征兆。所以你看，紫色这个颜色，它从来都带着一种深刻的双重含义。它一方面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王权与荣耀，另一方面却又暗示着这份王权即将面临的审判与倾覆，暗示着一位君王即将在羞辱中被拉下他的宝座。当一个象征着帝王的紫色意象反复出现在先知们的视野里，又和天空中那些真实的紫色奇景遥相呼应时，很多人的心中都升起了同一个念头：难道这是在预示着某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即将被拉下神坛吗？难道真的有一个大国要变天了吗？如果说比格斯的意象让我们看见了瘟疫如何从外部撕裂这个世界，那么接下来这第二位先知的预言就更加直接地指向了那个所有人都在暗自猜测的答案。第二位
准确地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在美国极具影响力的预言机构——晨星市宫。这个机构由一位名叫瑞克·乔伊纳的资深先知所创立，多年以来一直被认为背负着沉重的预言使命，在许多信众的心中有着相当高的分量。早在2022年的10月，晨星市宫就发出过一则震撼人心的预言。他们说，中国将会走上一条内部革命的道路，而这条路最终将会通向一个结局，那就是现任最高领导人统治的终结。这则预言在当时听来或许还有些遥远，毕竟那时候这个东方大国看起来还是那样的稳固，那样的强盛。可如今再回过头看，却让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他们甚至还说，这个东方大国伸向欧洲的种种触角也将会被一一揭穿，暴露在阳光之下。这个机构的创办人还曾经把那一整年形容为一个全世界都将发生革命的年份。晨星市宫的预言并没有停在领导人下台的这一步，他们接着描绘了一幅更加惊人的图景。他们预言，在领导人的权力走到尽头之后，大约在5到10年的时间里，这个庞大的国家将会分裂瓦解成一个又一个的区域性板块，或者说一块又一块各自为政的区域。而在这场剧烈的解体之后，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某种形式的民主将会来到这片土地上。他们相信，当那位领导人的权力终结之时，就意味着审判已经降临到了那个政权的头上，他对这片土地长久以来的掌控将会被彻底打破。这则预言最让人震撼的地方在于，他把一个看似铁板一块、坚不可摧的庞大政权描绘成了一个终将4分5裂的存在，而他给出的那个时间窗口恰恰就落在了我们正身处的这个时代。一个庞大的帝国怎么可能说垮就垮呢？这听起来确实有点天方夜谭。可如果我们翻开历史这本大书，你会发现，帝国的崩塌往往就发生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那一刻。就说那个曾经与美国分庭抗礼，拥有着钢铁洪流和核武库的庞大联盟吧。在它轰然倒下的前几年，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会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分崩离析，化作10几个各自独立的国家。可它偏偏就在1991年，以一种近乎和平却又猝不及防的方式彻底解体了。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一个政权表面上看起来越是强硬，越是不容置疑，它的内部有时反而积累着越是致命的裂痕。因为真正的崩塌往往不是从外部的攻击开始的，而是从内部人心的离散，从最底层那道信任的堤坝被冲垮开始的。当然，光有历史的类比还不够，我们得看看眼前的现实。这个庞大帝国的地基如今究竟稳不稳呢？就拿房地产来说，这曾经是支撑整个经济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在那片土地上，普通家庭的财富有将近 70% 都压在了房子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意思是绝大多数家庭一辈子的血汗钱几乎全都变成了那一套套的房产。可是这些年，随着开发商接连暴雷，楼市一路下行，无数中产家庭一辈子的积蓄就这样被死死地困在了一栋栋烂尾楼里，眼睁睁看着他们一天天贬值，却无能为力。经济的引擎在放缓，年轻人的就业在承压，地方的债务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些真实的裂痕一道一道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个看似不可撼动的庞然大物内部或许早已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般坚固。当这些现实的裂痕遇上先知口中那个关于解体的预言时，你还觉得那只是天方夜谭吗？现在让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广西那场溃坝的洪灾。当地的一些评论者早就尖锐地指出，这场灾难表面上看是天灾，可骨子里处处都是人祸的影子。你想想看，一个90万人口的小城，却挤着1700多座疏于管理的水库，这些水库平时就无人好好维护，洪水一来，处处都是险情，又怎么可能应对得过来？天气预报明明早就示警，可层层的官员却无人真正重视，既不提前泄洪，也不科学调度，直到洪水淹到了家门口，才手忙脚乱地通知百姓撤离。有评论者一针见血地说，这种灾难之所以会一再上演，
根子就在于一种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体制。官员的乌纱帽是上面给的，而不是下面的百姓给的，所以在他们的心里，上面的脸色永远比脚下这片土地上百姓的死活来得更重要。当一个庞大的机器运转到连百姓最基本的身家性命都无法守护的时候，陈兴世公口中那个关于解体与变天的预言，是不是就显得没那么遥不可及了呢？第三位先知是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玛丽的美国女性。多年以来，她透过一个又一个的梦境和意象，接收着她所相信的来自天上的警示，并且把它们记录下来，分享给世人。而她所看到的画面和前面两位先知的预言，形成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呼应。在一个梦里，她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一群人被带回了那个瘟疫横行的中世纪。当他从梦中惊醒时，他的脑海里反复回想着两个词，一个是封建制度，另一个是去查一查中世纪。他照做了，而当他真的去翻查那段历史时，跳出来的赫然就是那场夺走了无数性命的黑死病。而就在这个梦的前几天，他还看见过一个更加诡异的画面，一个漂浮在半空中如同幽灵一般的身影。那个身影正是中世纪那场黑死病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象征——瘟疫医生。在近700年前那场大瘟疫里，这些所谓的医生其实根本救不了什么人，他们的工作不过是负责记录下一句又一句冰冷的死亡数字，所以人们也把他们叫做死亡医生。他们戴着一种标志性的长长的鸟喙面具，那尖尖的喙里塞满了草药和香料，据说可以用来抵挡扑面而来的死亡气息和瘟疫。在很多时候，这个戴着鸟喙面具的身影就是一个垂死之人在这世上看到的最后一幕。那是一个怎样绝望的画面啊！你躺在病榻上，高烧不退，浑身溃烂，而床前站着的不是能救你的人，而是一个沉默地记录着你死期的戴着诡异面具的死神。伊丽莎白说，她之所以会被反复地带回那个黑暗的年代，是因为上天在警告她，也在警告我们，这个世界正在朝着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滑落。他所描述的那个新的黑暗时代究竟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他说，他其实被反复展示过好几种不同的瘟疫和疾病，他们会在同一个时期里接连降临，而如果任由这股黑暗的力量得逞，人类社会将会倒退回一种类似封建领主与农奴的体系。在那样的世界里，将不再有所谓的中产阶级，只剩下高高在上的少数统治者和被牢牢踩在脚下的绝大多数。饥荒、瘟疫、经济的崩坏、天灾的频仍，这一切都将在同一个时间段里一起爆发，彼此纠缠，把人类拖入一个看不到光的深渊。你有没有发现，他口中的这幅末世图景和比格斯看到的经济崩溃、瘟疫蔓延，和陈兴世公看到的帝国解体，竟然严丝合缝地拼在了一起。三个素不相识的人，从三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见了同一场风暴的不同侧面。还有一个共同点，是这三位先知都反复提到的，那就是他们发出这些警告，并不只是为了预告灾难，更是为了呼唤一种内心的觉醒。在他们的信念里，这些即将到来的浩劫，某种程度上是人类自身种种作为所招致的后果，是对这个世界日益冷漠、贪婪与傲慢的一种回应。所以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恳求人们，要在灾难降临之前，重新找回内心的良善，重新学会敬畏与谦卑。你可以不认同他们的信仰，但这份劝人向善的苦心，本身却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因为无论你信不信预言，一个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只认金钱与权力的世界，本身就是危险的。当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善意与信任被侵蚀殆尽时，那才是真正的末世，一种发生在人心里的末世。三位先知，一位看瘟疫，一位看变天，一位看末世，可他们拼出来的却是同一幅图画。这种感觉就像三个站在不同山头的人，各自描述着自己看到的那头巨兽。一个说它有着吞噬一切的血盆大口，一个说它有着足以碾碎一切的庞大身躯，还有一个说它拖着一条扫过之处寸草不生的尾巴。他们描述的细节各不相同，
可当你把这些描述合在一起时，浮现出来的却是同一头正在向我们逼近的猛兽。单独听任何一个人的话，你或许都可以将信将疑，可当3种不同的声音在同一个时间指向同一个方向时，那种分量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好好想一想那个最让人心悸的问题，为什么这场即将到来的瘟疫会被说成是比黑死病更恐怖的存在？我们得先搞清楚黑死病到底有多可怕。近700年前的黑死病，也就是那场在1347年前后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鼠疫，在短短数年之内就夺走了将近5000万条人命，让当时欧洲的人口硬生生的少了1/3到一半，整座的城市变成了空城，尸体多到来不及掩埋，社会秩序彻底崩溃，人们在绝望中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的倒下，那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了。可即便如此可怕，那终究是一场自然的灾难，是跳蚤和老鼠在无意之间酿成的悲剧，没有任何人是故意要制造那场浩劫的。而黑死病真正可怕的地方，还不只是它夺走了多少人命，它几乎重塑了整个西方文明的走向。你看，正是因为那场瘟疫死了太多的人，劳动力变得极度稀缺，那些原本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身价一下子水涨船高，旧有的封建秩序在瘟疫的冲击下开始土崩瓦解。可以说，一场瘟疫反倒成了撬动历史前进的一根巨大杠杆。这也正是伊丽莎白那个意象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她看到的恰恰是一种倒退回封建农奴体系的未来。一场瘟疫曾经打碎了旧的封建枷锁，而先知却警告我们，另一场瘟疫可能会反过来把我们重新拖回那样的枷锁之中。历史的吊诡往往就藏在这样的轮回里，它提醒我们，一场足够巨大的灾难从来都不只是死亡而已，它会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彻底改写我们所熟悉的一切秩序。而先知们所警告的这一场最恐怖的地方就在于，它可能是人为的。当致命的病毒遇上了不知疲倦、无所不能的人工智慧，当杀戮的效率被冰冷的演算法一次又一次地优化到极致，那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恐怖？黑死病的传播靠的是老鼠和跳蚤那笨拙又缓慢的脚步。可如果有一天，一种瘟疫的每一个环节，从致死率到潜伏期，从传播途径到抵抗药物的能力，全都被精密的计算和设计过，那它造成的浩劫恐怕会远远超出黑死病的想象。这已经不再是天灾，而是我们人类用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智慧和技术，亲手为自己打造的一副枷锁。我们一直以为人工智慧会把我们带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可先知的意象却在提醒我们，同样一把利刃握在不同的人手里，既可以用来救人，也可以用来毁灭整个世界。有意思的是，关于这样一个天下大变的时刻，发出警告的其实并不只有西方的先知。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回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你会发现，早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我们的老祖宗就留下过一部又一部神秘的预言奇书。那些藏在图画和谶语里的密码，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认为预示着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更替。中国的先贤们相信，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任何一个看似永恒的王朝都逃不过盛极而衰的宿命，都有它气数将尽的那一天。你看，东方的古老智慧和西方先知的意象，隔着1000年的时光，隔着半个地球的距离，竟然在冥冥之中指向了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没有什么权力是可以永远不变的，再庞大的帝国也终有它落幕的时刻。这种跨越时空与文化的呼应，本身难道不就足够让人深思了吗？其实，环顾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或许正站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旧的秩序，那个我们从小到大习以为常的世界格局，似乎正在一点一点的松动、瓦解。而新的秩序究竟会是什么模样，却还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没有人能够看清。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飙突进，人工智慧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全球的力量对比也在悄然发生着位移。
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关口，往往是最容易发生巨变，也最容易诞生预言的时刻。因为当一个时代的地基开始晃动时，那些敏感的人们总能最先嗅到那股山雨欲来的气息。这或许正是为什么这么多的预言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我们正身处的这几年。这也正是这3则预言最让人感到脊背发凉的地方。它们指向的不是一场孤立的灾难，而是一整套环环相扣的崩塌。人工智慧改造出来的瘟疫撕裂了全球的血肉，欧洲货币的崩盘推倒了世界经济的第一张骨牌。而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动荡之中，那个曾经看似最强大、最不可一世的东方大国，反而在内部的击毙与外部的冲击之下，率先走向了裂解与变天。你看，洪水冲垮的或许不只是一座水库的堤坝，它冲垮的可能是人们心中对这个庞大机器最后的那一点信任，而信任恰恰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坚固却也最脆弱的那一道堤坝。当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在灾难中被抛弃，当他们发现那个本该保护他们的庞大机器关心的从来都不是他们的死活时，这道堤坝就会在无声无息中一寸一寸的开始崩解。我们还得想到另一个更深远的层面，这个东方大国并不是一座孤岛，它是全世界的工厂，是全球供应链上最关键的一环。试想一下，如果先知们的预言真的应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在瘟疫、经济崩溃和内部动荡的3重打击下走向了裂解，那么受到冲击的绝不会只是他自己，全球的贸易会因此陷入怎样的混乱，无数依赖它的产业链会因此遭遇怎样的断裂。而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周边与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来说，这场巨变又会像投入湖面的一块巨石，激起怎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轻松的。一个大国的兴衰从来都不只是他一家的事，而是牵动着整个世界棋局的大事。这也正是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屏息注视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科技如此发达的年代，人们反而会对这些古老的预言投注这么多的关注呢？其实答案并不难理解。人类对预言的痴迷从来都不是因为愚昧，而是因为对未知的恐惧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一种本能。每当一个时代陷入巨大的动荡与不确定，每当人们发现那些原本以为坚不可摧的东西正在一件一件的崩塌时，我们就会本能的想要抓住些什么，想要为眼前的混乱找到一个能够解释的框架。而预言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框架，它告诉我们，眼前的灾难并非毫无意义的随机，而是某种更大图景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这3位先知的走红，这些预言的广泛流传，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深深的焦虑与不安。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愿意去倾听这些关于末世的警告时，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而且你有没有一种感觉，这几年的世界似乎格外的不太平，天灾一场接着一场，区域的冲突此起彼伏，经济的阴霾挥之不去，人心也变得越来越浮躁不安，仿佛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躁动之中。这种弥漫在空气里的紧张感并不是我们的错觉。当这么多的变数，这么多的危机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叠加在一起时，任何一个敏感的心灵都会感受到那种山雨欲来的沉重。而先知们的意象不过是把这种弥漫在时代里的不安用一种更具体、更震撼的方式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而已。它们就像是时代的探测仪，捕捉到了那些我们隐隐感觉得到却又始终说不出口的东西。在人类的历史上，单独一个先知的预言，我们大可以一笑置之，毕竟预言落空的例子实在是比比皆是。就说那位曾经写书断言这个东方大国会在某一年彻底崩溃的西方学者吧，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把崩溃的日期一改再改，可他的预言至今也没有应验，反倒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所以我们对这一类的预测理应保持一份清醒和警惕，不能人家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可是当3位彼此并无往来的先知
在几乎同一个时间段里，从瘟疫、从解体、从末世这三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同时指向了同一片阴云时，我们或许就不能再那么轻松地一笑而过了。更何况，他们口中那些原本听起来遥不可及的细节，比如由老鼠传播的致命瘟疫，比如跨越大洲的疫情蔓延，比如庞大水利工程的崩溃，正在我们眼前，一件一件地变成现实。这种预言与现实之间反复的呼应，才是真正让无数人夜不能寐的原因。那么，如果这些警告真的有几分道理，接下来我们又该把目光放在哪里呢？顺着先知们给出的线索，有几个关键的节点值得我们去留意。首先是2026年下半年一直到2027年全球的疫情走向，那些由鼠类传播能够人传人的病毒会不会真的扩散开来？会不会出现先知口中那种由人工智慧介入的更加诡异的变种？其次是欧洲的金融与货币体系，它会不会出现先知所预言的那种率先崩盘的迹象，进而像骨牌一样波及到全世界？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那个东方大国的内部，在一场又一场的天灾与人祸之后，那道由信任铸成的堤坝还能够支撑多久？经济的下行，人心的浮动，会不会累积成某种质变的临界点？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未来的1-2年之内，正一点一点地向我们揭晓。看到这里，你的心里或许也开始泛起一阵不安，这是很正常的反应。可是我想说的是，面对这样的预言，面对这样的时代，恐慌永远是最没有用也最危险的东西。真正明智的做法，从来都不是把头埋进沙子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也不是吓得手足无措、六神无主，而是保持一份清醒的觉察。我们可以多留意身边的环境，多为家人的健康和安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准备，多存一点应急的粮食和物资，把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照顾好，把抵抗力养起来。这些看似朴素的举动，其实才是我们在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时最踏实的底气。先知们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他们发出警告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人绝望，而是为了让人有时间去警醒，去准备。因为预先看到了风暴的人，才有机会在风暴真正来临之前，为自己和所爱的人筑起一道足以遮风挡雨的墙。当然，说到这里，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这一切终究只是预言。预言这种东西，向来是信者恒信，疑者恒疑。没有人能够打包票说，这些意象就一定会100%地成真。历史上喊着世界末日的声音从来不曾断绝，可太阳照样一天一天的升起，日子照样一天一天的过。我们今天把这些预言摊开来聊，并不是要贩卖恐惧，让大家惶惶不可终日，更不是要断言什么一定会发生。我们想做的，只是邀请你和我们一起，用一种更清醒也更冷静的眼光去打量我们正身处的这个时代。因为你会慢慢发现，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或许从来都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意象本身，而是意象背后那些真实存在的、正在一天天恶化的裂痕。意象也许会落空，可那些裂痕却是实实在在的。豆腐渣一样的水库，形同虚设的预警，只对上不对下的体制，被资本和技术悄悄异化的人工智慧，还有那条在瘟疫与贪婪之间反复横跳的人性，这些才是先知们的意象真正想让我们看清的东西。无论是那场冲垮村庄的洪水，那道在天空中盘旋的紫色光影，还是那个戴着鸟喙面具的死亡身影，它们或许都只是一个又一个的隐喻，一个又一个的提醒。提醒我们，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如果把百姓的身家性命当成了可以随意牺牲、随意抹去的数字，那么等待他的迟早会是一场他自己亲手酿成的灾难。这样的道理，古今中外从来都没有变过。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句古老的话，在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在我们聊了这么多宏大的预言、帝国、瘟疫与变局之后，我想我们最不该忘记的，其实还是那些最具体的人，是广西那个被洪水冲走的村庄里某一位再也没能回家的老人，是湖北那场风暴中
某一个在瞬间失去了家园的家庭。在所有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条又一条鲜活的，本该被好好珍惜的生命。他们有名字，有牵挂，有还没来得及实现的心愿。无论那些先知的预言最终会不会应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一个社会连眼前这些近在咫尺的苦难都可以视而不见，都可以轻易遗忘，那么无论有没有末世的浩劫，它其实都已经病了。真正的救赎从来都不在遥远的意象里，而在我们愿不愿意重新学会去看见，去在乎，去记住身边每一个具体的人。因为一个懂得为陌生人的苦难而落泪的社会，才是真正有希望的社会。2026年7月20日，这个日子最近在日本的灵异圈与占星圈里被反复提起。传闻中，就在这一天前后，会有一群来自星空之外的存在，向全人类传递一段讯息。而这段讯息的核心，据说不是战争，不是科技，不是哪个国家的兴衰，而是2个字：生命。一段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讯息，究竟会是什么？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又为什么就在同一段时间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占星家却看到了一幅与东方古老预言遥遥呼应的画面？他们说，那位千百年来被无数人苦苦等待的救世圣人，和传说中的紫微星竟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而这2股力量交汇的时刻，将会亲手终结那个盘踞东方大地的共产红潮。这听起来太离奇了，可当我们把线索一条一条摊开，你会发现，这背后的拼图竟然严丝合缝的令人发毛。让我们先把镜头拉到日本，提出这段预言的是一位身份相当特别的人物。他不是江湖术士，不是摆摊算命的先生，而是一位受过最严格科学训练的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宝江邦夫。如果我们去翻他的履历，会发现这份履历漂亮的几乎不像一个会谈论外星人的人。他1951年出生，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的天文学科，之后又在京都大学与名古屋大学拿到了理学博士，曾经在瑞士的日内瓦大学担任讲师，也当过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后来成为大学教授。在学术上，他被视为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所开创的素领域理论的继承者之一，甚至还推导出一条以他姓氏命名的方程式，在理论物理的圈子里享有相当的名声。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真正懂得用数学去描述宇宙的人，一个习惯了怀疑与验证的人。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到了人生的后半段，却越来越频繁地谈论一些主流科学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他公开谈论过自己与宇宙存在的接触经验，谈论过某种高于人类的智慧如何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他不是用神棍那种含糊其辞的方式在讲，而是试图用一个物理学家的脑袋去理解这些超越物理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当宝江邦夫开口谈论预言时，许多原本不信这一套的人也会忍不住停下来多听2句。毕竟一个花了一辈子研究宇宙规律的人，为什么会在晚年把毕生的名声都压在这些无法被仪器证明的事情上？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又或者他到底被谁看见了？是什么样的经历能让一个用方程式思考的脑袋转身去相信星空之外有人正在凝视着我们？事实上，宝江邦夫所描述的那些经历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加惊人。他曾经谈到自己接触到的并不只是冷冰冰的外星文明，而是某种充满慈爱的更高层次的存在。在他的叙述里，这些存在并没有带着征服或威胁的意图，反而像是守护者一般默默地关注着人类的成长。他甚至把这种体验与某种神圣的力量联系在了一起。对一个毕生钻研物理的人来说，要承认这些超越科学的经历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这几乎等于把自己半生建立起来的学术声望置于众人的嘲笑之下。可他还是说了，或许正是因为他太清楚科学的边界在哪里，他才更明白，在那条边界之外，还有着一整片我们尚未踏足的广阔天地。当一个最该怀疑的人选择了相信，这份相信本身就格外有分量。说到宝江邦夫，就不能不提一段不久前发生的往事。2025年的夏天，日本曾经被一个日期搞得人心惶惶，
那就是2025年7月5日，一位漫画家在多年前画下的预知梦，预言那一天日本南方海域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与海啸。当时整个社会议论纷纷，甚至有不少海外旅客因此取消了赴日的行程，连航班与旅宿都受到了波及。而宝江邦夫正是在那段时间跳出来，说了一番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的话。他声称自己从美国方面的内部人士那里收到了2条极具说服力的非公开讯息，内容竟然与漫画里的梦境惊人的吻合，连灾难发生的精确时间凌晨4点18分都对得上。他甚至推测这场灾难可能根本不是单纯的地震，而是某种人类能够提前预测的天文事件，例如小行星或彗星碎片撞击地球。因为他很清楚，人类想要在2年之内精确预测到分秒不差的灾难，几乎只有这一种可能。后来我们都知道了，2025年7月5日那天并没有发生那场被预言的大灾难，日子平静地过去了。有人松了一口气，也有人因此嘲笑这些预言不过是集体的恐慌想象。但有趣的是，宝江邦夫本人从头到尾都很坦白，他一再强调自己拿到的讯息都是不完整的碎片，他只是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做出了一个推论。他从没有打包票说灾难一定会来，也正是这种态度，让他和那些信誓旦旦骗钱的神棍区别了开来。灾难没来当然是好事，可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却留了下来。如果连他这样一个严谨的科学家都会被某些看不见的讯息所牵引，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存在着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沟通管道？而这个管道的另一端又是谁在说话？而这一次2026年7月20日的预言正是循着同样的脉络浮现出来的。传闻中这段讯息与过往那些以灾难为主轴的预言很不一样，它不再强调某地会地震，某城会被海啸吞没，而是把焦点放在了一件更宏大也更贴近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事情上。据说这群来自星空的存在想要告诉人类的是关于生命本质的真相。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以及在接下来这段被无数预言家共同指向的关键时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到底该如何选择？它不是来吓唬我们的，它更像是来提醒我们的。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就会发现宝江邦夫所代表的这种日本式的宇宙讯息传递其实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日本，这类声称与星空对话的人并不少见，他们有的是灵能者，有的是科学家，有的干脆自称是宇宙的接收器。他们传递的讯息往往不约而同地围绕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人类意识的觉醒与提升。在这些说法里，地球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转变，一种频率的跃升，而我们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也将跟着被推着往前走。那些讯息一再告诉我们，不要害怕，眼前的混乱与崩塌不是世界的终点，而是一次蜕变的阵痛。就像毛毛虫在化蛹的那一刻，看起来像是死亡，实际上却是破茧成蝶的开始。这种宇宙讯息的世界观，其实在许多流传已久的接触者记录里早有描绘。有些说法甚至大胆地宣称，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并不全是地球的原生种，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灵魂其实来自宇宙的其他角落，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唤醒地球的角色。在这些叙述里，那些来自星空的存在反复传递的从来不是毁灭的恐吓，而是一种频率的调整，一种爱与觉醒的呼唤。他们告诉我们，宇宙比我们想象的要广阔得多，生命的形式也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元得多，而地球正站在一道门槛前，即将跨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把这套世界观和宝江邦夫那段2026年7月20日的预言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他们讲的根本就是同一件事，那就是人类要醒了。那么如果这段讯息真的会在2026年7月20日降临，它具体会说些什么呢？根据这类接触者记录一贯的脉络，我们或许可以拼凑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它很可能会告诉我们，人类并不孤单，在这片浩瀚的宇宙里，生命无处不在，而我们从来都不是被遗忘的孤儿。它也可能会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终点，
我们所执着的这具肉身，只是灵魂在这一程旅途中暂时的容器，真正的我们是一段不会熄灭的意识，是一束可以跨越次元的光，它甚至可能会直接点破。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时间点降生在地球，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要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这场宏大的转变。这些话听起来玄之又玄，可如果你曾经接触过那些濒死又重生的人所留下的描述，你会发现他们从鬼门关前带回来的感悟，竟然和这段传说中的外星讯息惊人的相似，仿佛无论是穿越生死的人，还是来自星空的存在，最终想要告诉我们的都是同一句话：爱比恐惧更强大，生命比我们以为的更辽阔。问题是，为什么是7月20日？为什么这群存在偏偏挑中这个日子，要把如此重要的讯息交到人类手上？这就要说到天上的星象了。在占星的角度看来，2026年的整个夏天本身就是一段极不平静的时期。木星、太阳、月亮这些天体在特定的星座里聚集排列，形成了一连串被占星家视为触发点的格局。我们频道的老朋友，那位被誉为当代诺查丹马斯的英国预言家帕克，就曾经明确地画出了一条危险的时间线。他把2026年从4月中旬一直延伸到11月中旬的这段漫长时间，整个都标记为高度敏感的危险周期，认为在这段期间，无论是天上的灾变，还是人间的动荡，都更容易被引爆。他甚至特别点出了8月12日那个新月之夜，当木星、太阳与月亮一同聚集在巨蟹座的时候，会是一个必须格外小心的出发点。而7月下旬正好就落在这个危险周期的核心地带，紧挨着那个被反复强调的能量节点。如果真有某种更高的智慧，想要在人类最需要指引的时刻送来一盏灯，那么选在这样一个能量翻涌的时间，似乎也就说得通了。而说到7月20日这个日子本身，还藏着一层让人忍不住起鸡皮疙瘩的巧合。翻开人类的历史，7月20日正是当年人类第一次把脚印踩上另一个星球的日子。1969年的这一天，2名太空人乘坐的登月舱第一次降落在月球那片荒凉的表面，人类仰望了数十万年的那轮明月，第一次有了我们自己的足迹。那是人类向着星空迈出的第一步，是我们这个物种第一次真正的离开了摇篮。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传说中星空之外的存在竟然挑中了同样的这一天，要向人类传递讯息。当年是我们走向星空，如今是星空走向我们，这一去一来之间相隔了大半个世纪，却仿佛在冥冥之中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圆。这究竟只是一个美丽的巧合，还是某种刻意的安排，没有人说得清。但这个日子无疑因此而多了一层厚重的象征意义。说到帕克，他对2026年的预言可远不止这些。他在多年前写的一本谈论宇宙讯息的著作里，就曾预言未来会出现一团巨大的气体云，威胁整个国家，并引发全球的惊恐。而这个预言后来竟与印度那古老的纳迪叶占卜对上了。在那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叶片预言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地名，而帕克推论，这个地名指的正是日本的古称。也就是说，他认为这团致命的气体云将会从日本周边的海底火山喷发出来，从东北方向飘散，影响范围甚至可能波及俄罗斯。你看，又是日本，又是2026年。一边是物理学家宝江邦夫从日本传出的星空讯息，一边是英国预言家帕克指向日本的灾变警告。这两条线索竟然在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年份上悄悄地交叠在了一起。更耐人寻味的是，2026年关于外星接触的预言，并不是只有日本这一家在讲。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位早已过世多年，却依然牵动全球神经的保加利亚盲眼预言家。他生前的预言，从戴安娜王妃之死，到那场震惊世界的911恐怖攻击，再到后来席卷全球的瘟疫，似乎总能一一应验。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被无数人奉为圭臬。而在他留下的预言中，就有一条明确指向2026年。据他的追随者转述，他曾预言人类将在这一年迎来与外星智慧生命的正式接触，届时会有一艘巨大的太空船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不仅如此，他对2026年的预言还涵盖了台海的战火、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以及人工智慧对人类的反噬。他甚至预言，这一年地球将面临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天灾，受灾的范围可能涵盖全球 7%到8%的陆地。虽然他描述的外星接触时间点，更多人解读为这一年的下半年，与7月20日不完全重合，但那个大方向却惊人的一致，都指向2026年，都指向人类与星空之间那道即将被打开的门。而就在现实世界里，一些看似巧合的事件也在为这些预言添柴加火。美国的太空总署据说一直在追踪一颗来自太阳系之外的星际天体，这颗神秘的访客将在这一年掠过地球附近，为那些关于外星飞船的预言平添了几分难以言说的神秘色彩。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还公开了一大批尘封已久的不明飞行物档案，据说多达400多宗个案，涵盖了过去数十年间军方、航太机构乃至情报单位的记录。其中一些内容读起来确实让人不寒而栗。档案显示，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曾是全球目击量的高峰，而举报者当中竟然有许多是顶尖的机师与原子能科学家。更惊人的是，一份年代久远的内部备忘录记载，多名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目击者曾亲眼看见不明物体降落，并走出了身形矮小、身穿类似太空衣与头盔的未知生物。这些档案的释出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征兆，仿佛在说，那个被隐藏了大半个世纪的真相正在一点一点地浮上台面。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一个来自星空的讯息在2026年降临人间，是不是也就没那么不可思议了？其实2026年这个年份本身就被太多的预言压得沉甸甸的，象征着人类距离自我毁灭还有多远的那座著名的末日钟已经被拨到了史上最接近午夜的位置，只剩下短短的几十秒。而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有一位物理学家在权威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过一个惊人的推算，他根据人口的增长曲线预言人类文明可能会在2026年的11月走向某种终点。如今这个被尘封了几十年的数字，随着年份的真正到来又被人们重新翻了出来。把这些零零碎碎的预言摆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指向的几乎都是同一段时间。盲眼预言家说的外星接触在这一年，物理学家宝江邦夫说的星空讯息在这一年，英国预言家帕克说的灾变周期在这一年，东方图谶暗示的政权崩塌也在这一年。当这么多原本毫不相干的声音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年份的时候，你很难不去想，这背后到底是纯粹的巧合，还是真的有某种我们看不见的潮水正在悄悄地汇聚。好，讲到这里，我们的故事其实才走了一半，因为这位日本物理学家的外星讯息虽然震撼，却只是这个谜题的其中一块拼图。真正让无数华人听得心头发颤的是，与此同时，占星家们在2026年的星盘里看见了一个与我们中华文明最古老的预言紧紧缠绕在一起的画面，而这个画面的主角正是那位被等待了上千年的人物，就是圣人。要说清楚这件事，我们得先回到一本书，一本让无数帝王将相又爱又怕的奇书《推背图》。相传这是唐朝的2位高人袁天罡与李淳风所作，用一项一项的图画配上谶语与宋诗，把往后1000多年的历史大事一一藏在了字里行间。历朝历代这本书都被列为禁书，因为它实在太准了，准到让掌权者寝食难安。从唐朝武则天的称帝到安史之乱，从满清的入关到近代的种种风云，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早已被他一一言中。而在这本书里，有一项被无数人认为预言的正是那位将要在末世现身，带领苍生走出黑暗的圣人，这就是第47项。第47项的谶语只有短短16个字：言武修文，紫微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宋诗则说：吴王吴地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光是这几句话就足够让人反复咀嚼。我们一句一句来拆。紫微星在中国古老的星象学里，指的是北方天空中那颗最尊贵的帝星，也就是北极星，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帝王之德。在指南针还没有发明的年代，
航行于茫茫大海上的人们，正是靠着仰望这颗星来辨别方向。可偏偏紧接着紫微星明的，却是匹夫有责，无王无帝，来自田间。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这位拥有帝王之德的圣人，自己却不是什么皇帝，不是什么王侯，而是一个出身于民间的普通人，一个你我身边都可能擦肩而过的寻常百姓，一个没有皇冠却有着帝王般德行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也是一个极大的玄机。那么这位田间出身的圣人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宋诗给了答案：演武修文，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演武修文这4个字出自更古老的典籍，讲的是停止征战，提倡文教。当年周武王推翻暴政之后，便下令放下兵戈，把打仗时征用的牛马都放归田野，转而以文化教化人心。所以这4个字放在这里，透露出2层意思。第一，这位圣人很可能是在结束了一场暴政之后才登场的。第二，他不靠武力，不靠杀伐，而是靠着传统的道德与智慧重新唤醒人心。而那句好把旧书多读到里的旧书，许多人解读为指的正是被现代人遗忘已久的传统文化与古老智慧。圣人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被丢弃的珍宝重新捡起来，交还给世人。一言为君，一言一出见英明，说的是他不需要靠权势服人，只需要说出真正合乎道义的话，世人便会心悦诚服。而关于这位圣人的特质，可远远不止推背图这一处记载。在另一项，也就是第44项里，推背图又写道：中国而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夷崇义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这几句说的是这位圣人会把中国从至暗的时刻带向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连四方的异族都会前来归附。诸葛亮所留下的马前课里也有一句极为关键的描述：整患救难，是为圣人。意思是这位圣人将会在人类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大灾难之时，挺身而出，拯救世人。马前课还形容他无名无德，光耀中华。这里的无名无德并不是贬义，而是出自《道德经》的智慧，形容他超脱凡俗，谦卑无争。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佛家寓言《武功经》里，也提到了一位叫做明王的圣人，并且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欲知圣人出世处，海上寻波去。这句话暗示着这位圣人显现于世的地方，竟然是在万里之遥的海外。把这些零散的线索拼起来，一个圣人的轮廓便渐渐清晰了。他来自民间，他在大灾难中救人，他以传统道德教化人心，而他现身的地方很可能在海外。千百年来，几乎所有解读推背图的人都默认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位紫微圣人和预言中那位终结乱世的明君是同一个人，一个文武双全、仁德兼备的完美圣王，既能扫平天下的黑暗，又能教化万民的心灵。这个形象太动人了，动人到我们从来没有去怀疑过他。然而最近这一波占星家的解读却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他们说，根据2026年前后星象所揭示的轨迹，那位救世的圣人和那颗代表地星的紫微星恐怕并不是同一个人。终结旧秩序的力量是一股，重建新文明的力量是另一股。这2股力量会在同一个时代交汇，却分别由不同的人来承担。一个负责破，一个负责立，一个负责结束那无边的黑暗，一个负责点亮那久违的黎明。这个说法乍听之下有点离经叛道，可一旦你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许多原本纠缠不清的预言竟然一下子就理顺了。我们不妨回到推背图本身，紧挨在那向紫微圣人之前的是第46项，而第46项讲的偏偏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崩塌。它的谶语是：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宋诗则说，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这项的画面感极强，暗暗阴霾是一片阴沉压抑的氛围，杀不用刀是不见血光却致命的斗争，万人不死，一人难逃，意思是大多数人都安然无恙，唯独那个站在权力顶端的人逃无可逃。
而最关键的线索藏在那句有义军人身带弓里，一个带着弓的军人将从后门悄悄潜入帝王的宫殿。这个带弓的人到底是谁？千百年来，无数人试图破解这个字谜。有人说，公家上长不就是一个张字吗？会不会是一位姓张的军人？也有人说，东边门里伏金剑，东方在古老的地支里对应的是卯，而剑指的是刀，把卯、金、刀这三个字合在一起，正好是繁体的刘字。会不会是一位姓刘的身边人？而在最近这几年，这个古老的谜语竟然以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方式与现实世界产生了共振。就在2026年的1月，一条消息震动了整个关注中国局势的圈子。中国军方的第2号人物，那位身居中央军委高位的上将，据传突然遭到调查与抓捕，连同他的妻子与儿子一起被带走。据说连办公室里的一张纸都没有留下，而他的姓氏里恰好就藏着一个公字。消息一出，网络上立刻炸开了锅，无数人翻出了推背图第46项，把那句有义军人身带弓反复的比对。难道那个传说中要从后门潜入终结这一切的带弓之人真的出现了吗？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更早之前，掌管各类飞弹的火箭军就曾经历过一场血腥的大清洗，而火箭军的箭同样让人联想到那张致命的弓。一个又一个名字里带着弓的高官接连倒下，整个权力高层弥漫着一股暗暗阴霾的肃杀之气。这幅景象与第46项的谶语重叠得令人不寒而栗，而这幅景象背后还藏着一个更深的讽刺。外界普遍相信那位高坐权力顶端的人本身就对推背图这类古老预言深信不疑。事实上，从那位建立红色政权的开国者开始，这条线上的掌权者骨子里大多都是极度迷信的人。传闻那位开国者当年组建自己的贴身警卫部队，番号的由来便是听信了一位世外高人的指点。而如今这位掌权者据说也一直在寻找那个身带弓的人，于是名字里带弓的、带剑的一个接一个的被他亲手铲除。他甚至为了躲避传说中的血光之灾，行踪变得极为诡秘，出门总是搭乘专机。有一次出访归来，飞机竟然不直飞首都，而是悄悄选在偏远的边疆落地。据说自他上台以来，已经躲过了大大小小不下10次的暗杀，这几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可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我们见的还少吗？越是害怕命运，就越是叛命想要掌控命运，而越是想要掌控，往往就越是亲手把自己推向了那个早已写好的结局。如果第46项真的正在应验，那么一个盘踞东方大地的庞大政权，它的崩塌或许已经进入了倒数计时。当然，关于那个身带弓的白头翁，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个带弓的人未必是那个政权内部的军人，而可能是一位来自外邦的领袖。你看，那位重新入主白宫的美国领导人，出身于军校，一生怀有强烈的爱国军人情怀，如今已是年近80的白头老者，恰好就是一个白头翁的形象。更巧的是，把一人带弓这3个字合在一起，正好是一个夷字，暗指的正是与那个政权相对立的外邦之人。如果是这种解读，那么终结那个红色政权的就未必只是一场内部的政变，而可能是一股来自外部与内部里应外合的合力。但无论是哪一种解读，所有的箭头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结局，那就是那个建立在谎言与恐惧之上的旧秩序气数将尽。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把几句模棱两可的古诗硬套在现实的新闻上罢了。这样的质疑当然有它的道理，可问题在于，《推背图》这本书过去确实留下了太多让人无法轻易解释的记录。它曾经精准地暗示过一位女皇的登基，暗示过一个王朝在烽火中的覆灭，也暗示过一支来自关外的铁骑如何反客为主。一次两次或许可以说是巧合，可当这样的吻合一再的出现，当那位高坐权力顶端的人自己都因为害怕应验而寝食难安的时候，我们还能完全把它当成无稽之谈吗？更何况在所有这些预言的字里行间，其实都藏着一个共同的暗示，那就是一个违背天理与神为敌，把无数百姓推向苦难的政权
终究逃不过它应有的结局。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诅咒，而是古往今来无数预言所共同指向的那句老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天道好还，从来不会缺席。而把这幅东方的政治图景与我们一开始讲的星空讯息接上的，是另外几位在2026年同样声名大噪的西方预言家。他们不约而同地把预言的箭头对准了同一个方向。其中一位是美国的牧师，他因为提前精准地预言了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而爆红。据说连一场震惊世界的暗杀事件的细节，他都提前说中了。当他谈到2026年的中国时，描述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他说，他在异象中看见那条东方巨龙的龙头正在断裂。他特别强调，这不是缓慢的衰落，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崩溃，一场猝不及防的权力真空，并且还会伴随着严重的粮食短缺与金融风暴。他甚至给出了一个让人心惊的时间范围，认为这场突发性的崩塌就发生在2026年的开端。另一位则是我们的老朋友帕克，他对2026年中国的预言更加直白。他预言中国将会发生一场由内部发动的带有军事性质的政变。他认为这一年中国的军队内部会爆发激烈的对抗，而这场对抗最终将导致共产体制在中国的彻底终结。除此之外，还有那位同样为大家所熟知的印度预言家阿南德，他也把2026年标记为一个充满巨大变数的高风险年份。你看，东方的古老图谶，西方的灵视异象，印度的占星推算，三条原本毫不相干的线索，竟然在2026年这一个点上交织成了同一幅画面。一个带着弓的终结者，一场由内而外的巨变，一条正在断裂的龙头。这三股力量似乎正在合力把那个盘踞了数十年的共产红潮推向它命运的尽头。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都摆到桌面上，重新拼一次这幅拼图。如果占星家所说的两人说是对的，那么这幅图景就清晰了。第一股力量是终结，它对应的是推背图第46象那位身带弓的军人，是那场由内部引爆的巨变，是龙头的断裂与旧秩序的崩塌。这股力量负责的是把那个压在无数人头上的旧时代彻底的翻篇。它可能来自军中，可能来自高层的内斗，也可能借助某种来自外部的压力，但它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让那个盘踞已久的共产红潮走到它的尽头。这股力量是刚猛的，是凌厉的，它对应的是破，是结束。而第二股力量才是真正的紫薇圣人，它对应的是第46象之后的第47象，是演武修文，是好把旧书多读到。当旧的秩序在血与火中崩塌之后，总得有人来收拾这片废墟，总得有人来重建人心。这位圣人不是靠刀剑登场的，而是在乱世落幕之后，从田间，从民众之中缓缓走出。他带来的不是又一场征伐，而是被遗忘已久的道德与智慧。他要做的是把那些在动荡中迷失的人心重新安顿下来，是把中华文明那条几乎要被斩断的文化根脉重新接续起来。终结者掀翻旧桌，圣人铺开新局，两个人，两种使命，却共同完成了那句吴王无地定乾坤。这股力量是温柔的，是绵长的，它对应的是力，是开始。有意思的是，这种一破一立，两位救世者同时降临的格局，竟然不只出现在东方的预言里，在遥远的西方，那些古老的天主教预言中也流传着惊人相似的说法。许多预言家都提到，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刻，会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一同出现，一位是有着天使般纯净心灵的教宗，另一位则是一位伟大的君王。这位君王将与神的敌人作战，并最终战胜他们，为这个世界带来久违的和平。你看，一位负责心灵的指引，一位负责现实的征战，这不正和东方预言里那位演武修文的紫薇圣人与那位身带弓的终结者遥相呼应吗？东方与西方这两套原本各自独立的预言体系，隔着千山万水，却在2026年这个节点上讲出了结构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这究竟是人类面对末世时共有的集体想象，还是不同的文明从不同的窗口瞥见了同一个未来的轮廓？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许多预言中那些看似矛盾的细节也就有了解释。为什么有的预言说这位圣人来自海外，来自万里之遥的他乡？因为在那个旧政权还没倒下的岁月里，真正守护着传统文化的人许多都流落在这片土地之外。为什么有的预言把圣人描述得温文尔雅，不喜征战，可另一些预言里终结暴政的力量却又如此刚猛凌厉？因为那本来就是两股不同的力量，一刚一柔，一破一立，我们却一直误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的两张面孔。为什么民间关于圣人的种种传说，有的说他姓李，是木子，有的说他属兔，甚至有的说他身上带着某种特殊的印记？因为这些传说本来就在描述那位重建文明的紫薇圣人，而不是那位终结旧朝的代工之人。当我们终于愿意把这两股力量分开来看，那幅关于2026年的预言地图才第一次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那么这两位被预言反复提及的人物究竟可能是谁呢？关于这个问题，民间早已议论了许多年，各种猜测层出不穷。先说那位申代公的终结者，在大多数的解读里，他更像是一位来自体制内部的关键人物。因为要终结一个盘踞了数十年、根基极深的庞大政权，仅凭外部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真正能撼动他的，往往是来自他内部最核心圈子的裂变。所以有人猜测，这个人可能是军中的某位高层，手握重兵，在关键时刻倒戈一击，让整座大厦从内部轰然倒塌。也有人把目光投向海外，认为终结旧朝的契机会来自某种强大外部力量的推动。而另一位重建人心的紫薇圣人，画风则完全不同。预言里的他往往没有显赫的地位，甚至出身田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他的力量不在于武力，而在于道德与智慧，在于他能重新唤起一整个民族对传统与善良的记忆。有人说他姓李，是木子，有人说他属兔，有人说他流落海外多年。这些零碎的线索拼凑在一起，描绘出的是一位谦逊、低调，却拥有巨大精神感召力的引路人，一位在台前掀翻旧局，一位在幕后重塑人心。这样的组合，是不是反而比单独一个无所不能的圣人更贴近真实的历史逻辑呢？也许正因为一个人实在太难同时扮演摧毁者与重建者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古老的预言才会在冥冥之中把这份重担分给了两个人。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那么那位日本物理学家的外星讯息又和这场东方的巨变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这整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在许多预言体系的深处，其实都藏着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人间的兴衰与天上的安排从来都不是两回事。那位英国预言家帕克在描述2026年种种灾变的同时，也反复强调，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伴随着一场伟大的觉醒。他说，有一种高于世间一切权力与灾难的灵性能量正在守护着人类。灾难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把世界推向灭亡，而是要把沉睡已久的人类意识狠狠地摇醒。他甚至说，人类在本质上都是光之生命，集体的祈祷与正向的意识真的能够减轻灾难的冲击。你发现了吗？这和那位日本物理学家所传递的外星讯息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边是星空的存在告诉我们要觉醒，要记起自己生命的本质，一边是古老的图谶告诉我们，那个建立在无神论与谎言之上的最后一个庞大政权即将走向终结，而一位以道德和传统重新唤醒人心的圣人即将登场。一边谈的是个人灵魂的提升，一边谈的是文明秩序的更替，可他们指向的分明是同一个转折点。当一个否定神明、否定善恶，把无数人困在恐惧与谎言中的体系开始崩塌，这本身难道不就是人类集体意识的一次大觉醒吗？星空的讯息与大地的巨变看似毫不相干，实则一体两面，它们共同指向的是一个旧时代的落幕与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所以2026年7月20日那段所谓关乎生命的讯息，或许根本不是要告诉我们某个具体的灾难会在哪里发生，它要告诉我们的可能是一件更根本的事。他在提醒我们，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天翻地覆，无论强权如何不可一世，真正能决定我们命运的从来不是恐惧，而是我们内心的选择。
是选择继续沉睡，随波逐流，还是选择醒来，认清善恶，守住自己心里那一点良知与光亮？在所有这些预言的最深处，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其实都是同一个选择。从远古的传说到今天的星空讯息，那些更高的智慧似乎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们，未来不是被某个人写死的剧本，而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一笔一笔共同书写出来的。当然，讲到这里，我们也得回过头来给自己泼一盆冷静的水。这些预言无论是来自日本的物理学家，还是来自西方的灵媒，又或者是来自1000年前的推背图，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法被科学仪器所证明。2025年7月5日的那场大灾难最终并没有发生。如果我们站在2026年年中，回头去对照那些圣人现身的时间表，会发现之前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某些年份，同样安静地过去了，并没有出现传说中所说的种种异象。那颗代表地星的星辰也没有像传言中那样消失9天再放射金光。预言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100%的命中注定，它更像是无数种可能性当中的某一种。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奇谈来探索，去感受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去思考人类面对未知时的恐惧与勇气，这很有意思。可如果把它当成不可动摇的事实，甚至因此而恐慌焦虑，那就反而落入了另一种迷障。毕竟再准的预言也比不上我们脚踏实地过好眼前的每一天。不过话说回来，预言真正的价值或许从来就不在于它是否精准应验，而在于它逼着我们去思考一些平日里不愿面对的问题。它让我们抬起头，望向那片我们早已习惯性忽略的星空，重新问自己，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脚下这片正在悄悄改变的大地，去看清那些被权力与谎言所掩盖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讲，2026年7月20日那段传说中的讯息，无论最后是否真的会降临，它都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因为它让无数人重新开始思考生命这2个字的重量。它让我们在被资讯洪流淹没的日子里难得的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又该如何活着？说了这么多，对于我们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来说，这一切恐怕并不只是遥远的奇谈。在那些关于2026年的种种预言里，台海这个名字被一次又一次的提起。那位盲眼的保加利亚老婆婆据说早就预示过，亚洲的这片海域将会成为全球瞩目的风暴中心。海峡对岸那个庞大政权的每一次动荡，每一次风吹草动，其实都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如果那些预言所说的崩塌与更替当真会发生，那么离这场巨变最近的，恰恰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所以当我们在谈论那位申代公的终结者，谈论那位重建人心的紫薇圣人时，我们谈论的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未来呢？我们究竟会是这场历史巨变的旁观者，还是会被卷入其中，成为亲眼见证一个旧时代落幕的那一代人？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份里，保持一分清醒，远比盲目的恐惧或盲目的乐观都来得重要。2026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星空之外，据说有一段讯息正在路上。东方大地之上，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庞大红色政权正被无数预言不约而同地指向它的黄昏。一位申代公的终结者，一位来自田间的紫薇圣人，他们会不会真的如预言所说，在这个时代相继登场，一个掀翻旧局，一个重建人心？那段关乎生命的讯息，又会不会真的在7月20日，以某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叩响每一个人的心门？这些问题，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在这个被无数预言环绕的特殊年份里，多一分清醒，多一分善念，守好自己心里的那盏灯。因为到头来，能在乱世中真正护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哪一个圣人，也不是哪一艘飞船，而是我们自己没有泯灭的良知。其实仔细想想，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预言，一位日本的物理学家，一位保加利亚的盲眼婆婆，一位英国的灵媒，还有那一卷1000多年前的推背图，
他们彼此之间从未通过气，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2026年这同一个节点上。这本身就是一件足够耐人寻味的事。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只是巧合，是人类在面对未知时共有的某种焦虑投射。可换一个角度想，当这么多独立的声音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同时响起，讲述着结构如此相似的故事时，我们是不是也该停下来，认真地听一听，他们究竟想提醒我们什么？也许那段所谓来自星空的讯息，那两位即将登场的圣人，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是否会分毫不差的应验，而在于他们共同指向的那个方向：觉醒、善良，还有对这个世界重新燃起的希望。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人何其有幸，又何其特殊。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活在平淡无奇的岁月当中，看不到时代真正的转折。可我们不一样，我们亲眼见证着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奔，见证着那些尘封的秘密被一页一页地揭开，见证着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庞大政权在无数预言的注视下走向它的黄昏。如果那些预言哪怕只有1分是真的，那么我们所站立的这个时间点，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几个路口之一。我们不只是旁观者，我们是这场大戏的演员。我们此刻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选择，都在悄悄地为这个时代投下自己的一票。所以，与其去焦虑那段讯息会不会来，那位圣人会不会现身，不如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问一问，当这个旧的时代真的落幕时，我希望自己是站在哪一边的人。有3套完全不同的预言系统，它们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明、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商量过，却在同一个方向上指向了同一个结论。一位来自西方的灵媒帕克，一本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国古老预言奇书，还有一套以一个甲子为周期的结束推算。这3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最后竟然交织在了一起，汇聚成了一句让很多人都不敢轻易说出口的话。他们说，那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实体，有可能在不算遥远的将来不复存在。中国或许会走向一种前所未有的联邦制，香港可能重新拥有它自己的面孔，而上海与广东这2块中国最富庶、最开放的土地，会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西方。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荒唐？一个延续了70多年的庞大政权，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怎么可能说分就分？别急着下结论，今天我们不站队，不喊口号，我们只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就是把这3个预言一层一层剥开来看，看看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又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感到不安。因为当你真正听完，你会发现这件事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也耐人寻味得多。我们先从那位西方灵媒帕克说起。在帕克最近这几年的预测里，关于中国的部分几乎是他讲的最多也最坚定的一块。他反复强调一个画面，他说，中国共产党最终会像当年的苏联一样，在巨大的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的双重夹击之下，走向解体。请注意他用的这个词，解体，不是被谁打败，不是被外敌攻陷，而是从内部开始，一块一块地松动、剥离，最后分崩离析。他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他说，中国不会永远是那条喷着蒸汽、轰隆向前的钢铁巨龙，总有一天，它会向内塌陷，碎裂成若干个更小的部分。为了让我们更能体会帕克这个判断的分量，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看，当年那个庞大的苏联究竟是怎么倒下的。苏联的解体并不是被外国军队用炮火轰开的，在它崩溃的前夕，它依然拥有着全世界最庞大的核武库、最辽阔的疆域和一支让整个西方都为之忌惮的红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庞然大物，却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从内部一块一块地碎裂开来。经济的长期停滞，财政的不堪重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日益离心的情绪，再加上意识形态的逐渐空心化，这些力量彼此叠加，最终在1991年，让这个超级大国轰然解体，分裂成了10几个独立的国家。帕克所说的正是这样一种模式。他认为，今天的中国
正在悄悄积累着某些和当年苏联相似的内部张力。当然，中国和苏联有着太多本质上的不同，这种类比是否真的成立，本身就充满了巨大的争议。但帕克之所以反复提起苏联，他想强调的恰恰是那句流传已久的老话：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碎裂之后呢？帕克并没有把画面停在这个略显灰暗的地方，恰恰相反，他描绘了一个他认为相当光明的未来。他说，在旧的结构崩解之后，一个由若干个民主地区组成的松散联邦，或者说邦联，将会慢慢成型。而支撑这个新中国的精神内核，不是别的，正是孙中山先生当年的理念。他说，未来的中国会诞生出一种全新的、带有东方色彩的民主资本主义，它的根就深深扎在三民主义的土壤里。他甚至认为，这个脱胎换骨的新中国不仅会给中国人自己带来希望，还会反过来影响并启发世界上其他的民主国家。如果我们试着把帕克描绘的这幅画面落到更具体的地面上，它大概会是这样一种轮廓。原本那个高度集中，所有重大决策都从一个中心发出的庞大结构，会慢慢松开它紧握的拳头，取而代之的是若干个各自拥有相当自主权的地区，他们也许各自打理自己的经济，各自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再透过某种松散的协商机制连结成一个整体。说到这里，你或许会觉得这实在太过遥远，但别忘了，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多元的庞大存在。从说着粤语的岭南，到操着吴侬软语的江南，再到广袤的西部与辽阔的东北，这片土地上的语言、饮食、气候，乃至人们的性格与生活方式，本来就千差万别。沿海那些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与内陆某些偏远闭塞的乡村之间，那种发展程度的鸿沟，有时甚至大得超乎我们的想象。帕克所看到的，或许正是这种潜藏在内部的多元性，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之下，被重新放大、重新浮现出来的可能。而且请特别注意，这幅裂解与重组的画面，几乎每一年都会在他年底发布的世界预测里反复出现。对他而言，这并不是某一次灵光乍现的孤立念头，而是一个在他脑海里盘旋了许多年、挥之不去的固定意象。正因为他如此固执的反复浮现，才更值得我们停下脚步，认真的掂量一番。说到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帕克本人提起过好几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许多年以前，孙中山先生的一位后人曾经专程找到他的妻子珍，请他做过一次灵视解读。正是从那一次接触开始，帕克说，他对中国未来的某种画面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感应。当然，这种说法你信也好，存疑也好，都很正常。但你不得不承认，当一位西方的预言家把中国的未来和孙中山这个名字紧紧绑在一起的时候，这件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待会儿讲到第三个预言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孙中山这三个字是怎样像一条看不见的暗线，把这三套完全不同的预言悄悄缝在了一起。除了联邦和民主，帕克还补充了一个更具体的画面。他说，西藏在未来会成为一片独立的精神净土。他甚至用了精神国家公园这样一个很浪漫的说法，意思是说，那里将不再是与世隔绝的禁地，而会变成一座照亮全世界的精神灯塔。在他的描绘里，这场巨大的转变并不是一场血流成河的浩劫，而更像是一次破茧成蝶的新生。那么问题来了，帕克的话到底值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平心而论，我们得实事求是，帕克确实有过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命中。他曾经说中过英国女王离世的时间，说中过特朗普的当选，也对一些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做出过提前的提示。这些是他的支持者津津乐道的战绩。但是我们也必须诚实地指出另外一面，帕克关于中国的预言在具体的时间点上其实一直在变动。他早些年曾经暗示过某个更早的年份，后来又把目光投向了更靠后的时段，甚至把可能性放到了2028年前后。换句话说，他看到的或许是一个大的方向，一种趋势，但具体是哪一年，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连他自己都在不断修正。所以我们听帕克听的应该是那个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而不是某一个被钉死的精确日期。
把这一点先记在心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寓言，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慧结晶，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推背图。推背图相传是唐朝初年的两位高人，袁天罡和李淳风所著，被很多人尊奉为中国历史上最玄妙也最受推崇的一部寓言奇书。它一共60项，据说从唐朝一路预言到遥远的未来，历朝历代，每当天下将有大变，总会有人翻出推背图，对着那些晦涩的谶语和宋词反复推敲，试图从中窥见一丝天机。事实上，正因为这部奇书实在太过玄妙，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对它几乎都抱着一种又敬又怕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每逢乱世，总有人想从中寻找改朝换代的天机；另一方面，当权者又生怕这些谶语会动摇人心，蛊惑百姓。于是，从唐宋一直到明清，推背图屡屡被官府列为禁书，三令五申，严禁民间私自抄录与流传。据说当年甚至有皇帝故意命人打乱他原本的次序，再掺入大量真假难辨的版本，让他在民间越传越乱，好借此削弱他的影响力。可越是禁，他就越是顽强的流传，反而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一代又一代悄悄地传到了我们今天的手里。光是这一份历经千年而不绝的生命力，就足以说明这部书在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要读懂推背图看待中国命运的眼光，我们得先记住清代才子金圣叹在批注里写下的一句话。他说：九分必合，九合必分，理数然也。这短短的10个字，几乎道尽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呼吸节奏。分久了会合，合久了会分。这在金圣叹看来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天道的规律。你看，从春秋战国的大分裂，到秦汉的大一统，再到魏晋南北朝的再次撕裂，然后是隋唐的重新缝合，5代十国又散，宋元明清又聚。中国这片土地就在这一张一弛、一分一合之间走过了它漫长的岁月。那么，如果这个规律到今天还在继续，我们眼下所处的这个长久的大一统，会不会也正悄悄地走到了它的某一个拐点？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推背图里几个被后人反复讨论的项。最受关注的是第44项。这一项的宋词里有一句话流传极广，叫做否极泰来九国春。否极泰来意思是坏到了极点就会转好，这本是个吉兆，但真正让解读者们争论不休的是后面那3个字九国春。九国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派解读认为，这个九并不是确指9个，而是泛指多个，它描绘的是一幅多个地区多个自治单元并立共存，各自迎来春天的繁荣景象。也就是说，在某些人的眼里，这一项隐隐指向的正是一个不再由单一中心牢牢攥紧，而是多元并立的未来中国。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项还反复提到一位圣人的出现，说中国而今有圣人，仿佛在预告，当旧的秩序崩解之后，会有一位德行深厚的人物顺应天命，登上历史的舞台。顺着这条线往下看，第52项又给出了另一个画面。这一项的宋词里有一句乾坤再造再矫抗。乾坤再造这4个字的分量有多重？你细细体会一下，他说的不是修修补补，不是寻常的改朝换代那么简单，而是天地被重新缔造，是一次彻底的根本性的重生。而矫抗是中国古代星宿系统里的2个方位。解读者们认为，这是在用天象的语言标记那个天地重生的时间窗口。在这些人的眼中，这不是一次政权的更替，而是一个时代的整体翻篇。再往后，第53项的画面就更具体了。他说，关中天子，礼贤下士，顺天修命。关中指的是今天陕西一带的那片土地，自古就被人称为800里秦川。很多解读者相信，这一项预言的是，在旧政权落幕之后，一位来自关中的新领导者将会登上舞台，而这个人的形象被描绘得相当正面，礼贤下士，谦虚开明，求贤若渴，顺应天命而行。换句话说，推背图描绘的那个过渡之后的中国，并不是一片废墟，而是一个由贤明之人引领，重新走向安定的新局面。把这几项连起来读，
你会发现推背图透露出的是一条相当清晰的故事线，一个长久的结构走到尽头，一场乾坤再造般的巨变降临，多元的地区格局浮现，然后一位开明的新领袖登场，天下重归安宁。这条故事线和帕克所描绘的那个从解体到民主联邦的画面，是不是有一种隔着1000多年遥遥相望的奇妙味道？两个身处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讲述者，竟然描绘出了如此相似的轮廓，这本身就足够让人深思。而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些，会发现这种在大变局的尽头会有一位救世圣人降临的想象，几乎是横跨了所有伟大文明的共同母题。在许多不同的宗教与文化传统里，人们不约而同地相信，当世界陷入最深的黑暗与混乱之时，总会有一位带着光明的人物适时出现，拨乱反正，开创一个全新的太平盛世。推背图里那位顺天应命的圣人，帕克口中那个带领中国走向新生的领导者，乃至于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预言里，那一个又一个力挽狂澜的救世主形象，仿佛都在诉说着人类内心深处同一种古老的渴望。为什么天南地北素未谋面的人们会在这一点上如此惊人地一致？也许这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物种共有的一种深层心理结构。每当身处乱世，每当看不清前路，人们就会本能地去呼唤一位能够收拾残局、重建秩序的救世者。从这个角度看，这些预言与其说是在描述未来，不如说是在映照人心。他们照见的是人类面对巨大不确定性时那一份既恐惧又期盼的复杂心情。当然，我必须在这里踩一脚刹车，提醒我们所有人，推背图的解读从来都是事后诸葛亮最容易，事前则人言人殊。同样的一项，不同的人能读出截然相反的意思。历史上太多人试图用它来预测当下，结果往往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硬往那些谶语上去套。所以推背图真正迷人的地方，在于它对历史节奏的那份洞察，在于它的意象和气韵，而不在于它能不能精确到某年某月。我们欣赏它，但不必把它当成一张板上钉钉的时刻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第3个预言，这一个可能是最让人脊背发凉的，这就是赤马红羊节。什么是赤马红羊？这要从我们中国古老的干支纪年说起。我们的老祖宗用10个天干和12个地支相互搭配，60年循环一轮，这就是一个甲子。在这个循环里，每隔60年就会遇到一次丙午年，以及紧接着它的丁未年。天干里的丙和丁都属火，火是赤红色的。地支里的午对应的生肖是马，未对应的生肖是羊，于是丙午年就被叫做赤马年，丁未年就被叫做红羊年。而我们此刻正身处的这个2026年，恰恰就是丙午赤马年，再过几个月就要到来的2027年，正是丁未红羊年。这个以60年为一轮的甲子，在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里，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计数单位，它更像是一种用来衡量历史与人生的特殊尺度。一个甲子，差不多就是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垂垂老矣的完整一生，也差不多正好是3代人交替更迭的漫长跨度。古人之所以如此看重一个甲子的轮回，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许多兴衰治乱的深层道理，唯有把时间拉长到这样的尺度之上，才能够真正看得清楚。而丙午与丁未这2个年份，恰恰就是在这60年的大循环里被反复标记出来的2个特殊节点。那么为什么这2个年份会被冠上一个沉甸甸的节字呢？这就要提到一位南宋的学者柴望。柴望生活的年代正是蒙古铁骑大军压境，南宋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他忧心如焚，闭门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另类的事情。他像一位古代的数据分析师一样，把从战国一直到5代横跨上千年里所有的丙午年和丁未年全部翻找了出来，一个一个的去核对，看看那些年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把研究的成果写成了一本奇书，叫做《丙丁归鉴》。柴望的发现足以让任何一个读史的人感到不寒而栗。在他统计的那21轮丙午丁未年里，竟然密集地发生过数十件足以撼动天下的大事：改朝换代、外族入侵、弑君夺位、大规模的叛乱。
几乎没有哪一轮是平平静静度过的。他由此推论，丙丁属火，午未又带着燥土的性质，火性猛烈，容易引发纷争，土性厚重，容易积累矛盾，两者交织在一起，往往就意味着旧的社会秩序更容易在这种极端的能量场里崩解，而人心也更容易在这个时候走向极端。当然，讲到这里，我们也必须保持一份理性的清醒。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柴旺的这套统计其实隐藏着一个不太容易被察觉的陷阱，那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几乎每一个年份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一些灾祸与动荡。当我们刻意只去挑选那些丙午与丁未的年份，再专门盯着那些年里发生的坏事看时，自然很容易就得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可反过来，那些同样风平浪静的丙午丁未年，那些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的太平岁月，却很容易被我们选择性的忽略掉。所以，赤马红羊节到底是一条真实存在的天道规律，还是一种事后追认的心理建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去辨析的问题。我把这层道理先摆在这里，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它，而是希望我们在面对任何一种看似神准的预言时，都能多保留一分独立判断的余地。光说理论，你可能还没什么感觉，我们来看几个活生生的历史例子，你就知道这个节字到底有多重。最典型的一次就是北宋的灭亡。1126年正是丙午赤马年，金兵第一次大举南下，包围了北宋的都城，逼着宋朝割地赔款求和。紧接着的第二年1127年，丁未红阳年，金兵卷土重来，攻破了京城，把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连同宫里几千名宗室和女眷统统掳掠到了北方。一个曾经繁华无比的王朝，就在这一个赤马一个红阳的短短2年之间轰然倒塌，史称靖康之变。那是一场让后世读来都觉得无比屈辱的亡国之祸。再往近处看，距离我们最近的那一轮丙午丁未是从1966年开始的。那2年发生了什么？但凡对中国当代史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一场持续了10年，深刻改变了整个民族命运走向的巨大动荡，恰恰就在那个丙午赤马年揭开了它的第一页，又在随后的丁未红阳年里迅速烧向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历史的这种巧合不能不让人感到一阵寒意。如果我们再把目光往回推一推，会发现上一个丁未红阳年同样不太平。那是1907年，大清王朝已经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就在那一年前后，各地反抗清廷的起义此起彼伏，一场接着一场，整个帝国就像一座四处冒烟，随时都可能倾塌的老旧房屋。而就在这个红阳年刚刚过去不久，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08年，统治这个庞大帝国长达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以及那位始终被他牢牢压制的光绪皇帝，竟然在短短1天之内先后撒手人寰。一个王朝的2位最高权力人物几乎同时离世，整个帝国的权力中枢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又过了短短3年，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终于响起，延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就此画上了句点。你看，从这个丁未红阳年开始，短短几年之间，一个延续了近300年的庞大王朝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了它的终局。而最让人感慨万千的是藏在这段历史里的一个细节。就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丁未红阳年，当时正在为推翻旧制度而四处奔走，屡战屡败的孙中山先生曾经写下过一句满含苍凉的诗。他说：万象阴霾打不开，红阳节运日相催。你看，孙中山先生自己就亲口用过红阳节这3个字来形容他所身处的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这就是我前面埋下的那条暗线。一位西方灵媒帕克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孙中山的理念之上，而孙中山本人又恰恰在一个红阳年里留下了关于红阳节的诗句。隔着100多年的时光，这2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情，在2027这个又一个红阳年的门口悄然交汇。这究竟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某种我们尚未看透的深层呼应？让我们把这条暗线再理得清楚一些。第一个预言的主角帕克，他反复强调，未来新中国的精神内核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第二个预言推背图，它描绘了一位顺天应命、重整山河的圣人形象。而第三个预言赤马红羊节，它最沉重的那一句注脚，恰恰出自孙中山本人在一个红羊年里写下的诗句。你看，孙中山这个名字就这样若隐若现的，同时出现在了3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之上。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这条反复浮现的暗线，至少让这3个预言之间那种神秘的呼应显得更加耐人寻味了。更巧的是，按照一些堪舆玄学的讲法，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正好走入了所谓的九运，而九运的当令之气恰恰也是离火，火上加火。于是不少玄学家认为，2026到2027这2年的火气已经旺到了一个极点。他们由此推断，这段时间里世界各地都更容易出现权力的更替、领导层的洗牌，以及各种大大小小冲突的爆发。甚至还有人特别提到，这2年都将出现罕见的日全食天象，认为这是上天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为人间的某种大变局提前埋下伏笔。关于这个九运，我们不妨再多说2句。按照中国传统堪舆学里3元9运的讲法，每一个运会持续20年，而我们当下正身处的这个九运，大约从2024年开始，要一直延续到2043年。九运所对应的卦象正是代表火的离卦。在玄学家的眼中，离火所主的是光明，是文明，是思想，是科技。但与此同时，它也主分离，主革命，主剧烈的变动。他们相信，在这整整20年的离火运里，旧有的权威会不断受到挑战，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结构会逐渐松动，而与火相关的种种事物，比如人工智慧，比如各式各样的新兴科技，则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在不少玄学爱好者看来，2026与2027这2年的火气交叠，恰好落在了整个离火大运最为炽烈的开端。于是他们才会格外笃定地认为，这正是一个旧秩序加速瓦解、新格局悄然酝酿的关键时刻。好，3个预言我们都过了一遍，现在最关键的问题终于来了。为什么这3条线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了2027，汇聚到了同一个关于中国可能走向联邦、走向分治的猜想之上？你想想看，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诡异了。一位生活在西方的灵媒，一部成书于上千年前的中国古籍，还有一套源自宋代的干支结束推算，这3者之间隔着遥远的时空，隔着迥异的文化，彼此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互相商量、互相抄袭，可他们却像是事先约好了一般，把手指头齐刷刷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当然，一个冷静的人会立刻提醒自己，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巧合，甚至是一种我们自己在事后刻意拼凑出来的巧合。但即便如此，当这种巧合以如此密集的方式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那根弦还是会忍不住被轻轻拨动一下。它至少值得我们认真地问上一句，这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我们暂时还没能看懂的共同逻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很多人一听到中国搞联邦制，第一反应就是这太离谱了，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果你真的愿意翻开中国的近代史，你会吃惊地发现，联邦制这个念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它甚至曾经距离成为现实只有一步之遥。我们把时钟往回拨到上个世纪的20年代，那时候的中国刚刚推翻帝制不久，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地方上军阀林立，一片乱局。就在这样一个破碎的时代里，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它的名字叫做联省自治。这场运动的核心想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让各个省份先实现自我治理，制定自己的省宪法，然后再由这些已经自治的省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松散的联邦式国家。他们心目中的样板正是美国和瑞士这样成熟的联邦制国家。这可不只是读书人的纸上谈兵。1920年，湖南省第一个勇敢地站了出来，率先宣布自治，并且在1922年正式颁布施行了湖南省宪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
湖南开了这个头，立刻就引发了连锁反应。四川、贵州、浙江、云南一个接一个的起来响应，纷纷开始酝酿或者制定自己的省县。而在这场运动里，干得最有声有色，最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广东。当时主政广东的陈炯明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粤人治粤。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广东不仅起草了自己的省宪法，更了不起的是还办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县长民选和县议员民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第一次有机会用自己手里的选票去选出管理自己家乡的官员。在陈炯明治理广东的那短短2-3年里，这片土地在教育、市政、实业、司法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相当亮眼的成绩，一度被视为全国瞩目的模范省。说到这里，故事出现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转折，而这个转折恰恰又和我们反复提到的2个名字紧紧相关。第一个名字是毛泽东。你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年轻时候的毛泽东曾经是联省自治最激进的鼓吹者之一。他当年甚至公开主张过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湖南共和国。他提出一种由省建国的理念，认为与其勉强维持一个统一的大中国，不如干脆把它拆开，让各省的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他甚至设想过把当时的22个省加上3个特别区，总共划分成27个各自治理的地方。是的，你没有听错，主张把中国拆成27块的这个大胆想法，最早正是出自年轻时的毛泽东之口。第二个名字更加出人意料，是孙中山。按理说，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是追求进步的象征，他应该全力支持地方自治，支持联邦制才对。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孙中山对联邦制抱持着相当深的警惕。他曾经非常明确地表达过一个意思，大意是说他极力主张地方自治，但他同样极力认为，在当时那种内忧外患的条件之下，贸然推行联邦制会起到一种离心的破坏作用，最终只会把中国撕裂成许多互相猜忌、互相敌视的小国家。你看，这是何等深刻又何等讽刺的一个历史悖论。一边是后来建立了高度集权体制的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却在高喊着要把中国拆开；另一边是被尊为国父，象征着民主与进步的孙中山，却在拼命地警告联邦制潜藏的巨大危险。而陈炯明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广东自治实验，最终也正是在和孙中山的路线冲突当中走向了崩溃。联省自治这场运动喧闹了好几年之后，竟然奇异地落幕了。到头来，没有任何一个省真正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反而又一次重新走向了统一。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给我们梳理这一段被很多人遗忘的往事？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统一与分治，集权与自治，这2股力量的反复拉扯，根本就深深地刻在了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基因里。它从来就不是某个外人强加进来的议题，而是中国人自己已经争论了100多年的老问题。所以，当帕克、推背图以及赤马弘扬节不约而同地把未来中国指向一种多元并立的格局时，他们所触碰到的其实是这片土地内部一根一直都在的敏感而又古老的神经。那么，假如有一天这种多元并立的格局真的成为了现实，它具体又会长成什么模样呢？我们不妨借几个现成的例子来想象一番。最经典的当然是美国那种联邦制，每一个州都拥有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法律、自己的议会与政府，而联邦的层面则统一负责国防、外交与货币这些最核心的事务。瑞士走得更远，那是一个由20多个地位平等的州紧密联合而成的国家，好几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竟然能在同一面国旗之下和睦共处了数百年。再往大了看，今天的欧盟其实也是一种更为松散的邦联式尝试。许多主权独立的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共用一个市场，甚至共用一种货币。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还有一个更近在眼前的参照，那就是香港与澳门所实行的一国两制。在同一个国家的大框架之下，允许某些地区保留下完全不同的制度与生活方式，这件事本身，中国其实早就已经在做了。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往往骨感得多。一旦真的要走向联邦，无数棘手的难题会立刻接踵而至。那支庞大的军队该如何安排？究竟是统一掌控，还是分散到各地？货币与财政又该如何划分？富裕的沿海地区是否愿意继续去补贴相对落后的内陆？不同地区之间那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到底该如何弥平？还有那些盘根错节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足以让人彻夜难眠。所以你看，从一句轻飘飘的谶语，到一个真正能够运转起来的全新国家，这中间横亘着的距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遥远得多，也艰难得多。明白了联邦制这层深厚的历史渊源，香港以及上海和广东的命运，就有了一个可以安放的坐标。我们先说香港，香港是一个太特别的存在了，它有自己独特的法律传统，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崇高地位，有一套和内地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有意思的是，在那些研究风水玄学的圈子里，关于这2年赤马红羊节的讨论，香港人尤其上心。有玄学家认为，这套结束学说虽然主要应验在中原一带，但香港也难以完全置身事外。如果未来的中国真的走向某种松散的联邦或者邦联结构，那么一个拥有如此鲜明个性的香港会在这个全新的格局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会不会重新找回某种更接近自己本来面貌的位置？这是预言留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之所以会对香港的命运如此牵挂，是因为它实在承载了太多复杂的情感与记忆。100多年来，这座城市在东方与西方的交汇之处，磨砺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气质。它既保留着浓厚的岭南传统，又深受国际规则与契约精神的浸润。这种奇妙的混血特质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其他城市都难以复制的。也正因为如此，每当人们谈论起未来中国的种种可能时，香港总是会被第一个提起。它就像是一个放在显微镜底下的特殊样本，它过去的轨迹，它此刻的处境，乃至它未来的走向，都牵动着无数人敏感的神经。它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融入那个尚未到来的全新格局，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所有人都在屏息凝视。再来说上海和广东，为什么这2个地方总是被人和转向西方这4个字联系在一起？这背后其实有着非常扎实的历史和地理逻辑，绝不是凭空想象。先看上海，上海从近代开埠以来，骨子里就是一座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城市。在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它曾经是整个远东最繁华、最摩登的国际大都会。有人把当年的上海称为东方的巴黎，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各国商贾在这里云集，那种开放洋派、见过大世面的城市气质，早就深深地融进了上海的血脉里。即便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变迁，那份骨子里的国际化基因也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再看广东，广东就更不用多说了，它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是当年陈炯明粤人治粤那场自治实验的舞台。广东毗邻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交流的最前沿阵地。广府文化、岭南文化那种务实、灵活、敢闯敢拼的鲜明特质，和内陆地区有着相当明显的不同。一代又一代的广东人漂洋过海，把根扎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这种与外部世界血脉相连的特性是刻在骨子里的。而如果说开埠与通商是上海和广东遥远的过去，那么改革开放就是这份外向基因在当代最有力的证明。我们都还记得40多年前，当中国决定重新打开国门，拥抱整个世界的时候，他选中的第一批试验田正是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其中尤其以深圳最为传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他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渔村一跃成为了举世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紧接着，上海的浦东也接过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旗帜，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一举成为整个东亚举足轻重的金融重镇。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中国想要与世界重新接轨，想要引进最新的资金、技术与观念的时候，最先被推到前台的几乎永远是这几个沿海的门户。这绝不是偶然，他们的地理位置，他们的历史记忆，他们深植于骨子里的那种开放与务实，
让他们天然就成了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最前沿桥梁。所以你看，当预言提到上海和广东会转向西方的时候，他说的其实并不是凭空捏造的离奇剧情，而是在顺着一条早就客观存在的历史惯性往下做推演。这两块中国最富庶、最开放、外向型经济最发达的土地，本身就和全球市场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联系。在一个假设的多元格局里，他们会倾向于更紧密地去拥抱世界，这在逻辑上其实并不难理解。讲到这里，整个画面似乎都严丝合缝、环环相扣了。三个预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几个性格鲜明的地区，仿佛全都对得上号。但是如果这期影片到此为止，那我就太不负责任了，因为一个真正值得我们信赖的讲述，必须要把硬币的另外一面也清清楚楚地翻给你看。第一个必须要说的是另一位同样享有盛誉的预言人物阿南德。很多人或许下意识地以为所有的预言家都在众口一词地唱衰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在不久之前，阿南德还专门站出来澄清过一些在网络上疯传的关于中国即将崩溃的说法。他明确地呼吁身处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观众，不要轻易去听信那些耸人听闻的不实资讯。换句话说，在预言这个领域的内部，本身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人看到的是崩解，有人却在反过来劝大家保持冷静。这恰恰提醒了我们，没有任何一种预言是铁板钉钉、不容任何质疑的。第二个必须要说的是，历史本身曾经给过我们的沉重教训。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一场联省自治运动吗？它的声势何等浩大，多少个省份起来响应，几乎就要把中国推到联邦制的门槛上了。可结果呢？它最终还是失败了，烟消云散了，没有任何一个省真正的分裂出去，中国反而又一次重新凝聚成了一个整体。历史在这里给我们上了沉重的一课，分裂的呼声再高，也未必就等于分裂的结局。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有着一种极其强大的向心的重新聚合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预言在做推演的时候都绝对不能轻易忽视的。第三个必须要说的是现实的分量，我们不能光谈玄学和预言，而对眼前真实的世界视而不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2026年，虽然外界普遍观察到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承压、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等等一系列不小的挑战，但与此同时，它依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依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在今年，我们还看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晤，看到了两岸之间种种微妙的互动与试探。一个如此庞大、如此复杂的国家，它的真实走向绝不是某一句谶语、某一个结束就能够简单概括的。任何剧烈的变化都会牵动无数普通人的切身命运，这从来都不是一件可以轻飘飘谈论的小事。我们还必须要看到事情的另外一个层面，那些唱衰中国的声音其实已经回荡了很多很多年。早在几十年前，就不断有人预言这个庞大的国家即将崩溃，即将分裂。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它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在许多领域里持续地向前迈进。这提醒我们，绝对不能低估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古老文明，那种惊人的韧性以及它自我修复的能力。可是反过来说，我们同样也不能因此就盲目乐观，对那些真实存在的隐忧视而不见。一个社会的稳定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永恒不变的。当经济的增长开始放缓，当年轻一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当人口的结构正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缓慢累积起来的张力会在多久之后，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释放出来？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最大的转折往往并不是在人们最恐慌的时候到来，而恰恰是在所有人都以为一切都将照旧延续下去的时候悄然降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一份既不夸大也不回避的清醒。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看待2027这个被反复提起的关键年份？我想最诚实的答案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预知未来，
这里面包括帕克，包括推背图的历代解读者，也包括所有研究赤马红阳节的玄学家。预言真正的价值，或许从来都不在于它能不能精准地命中某一个具体的日期，而在于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某种集体情绪、某种期待、某种焦虑，以及某种对历史规律隐隐约约的感知。当三套毫不相干的预言系统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前彼此呼应的时候，与其急着去争论它们到底准不准，倒不如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它们究竟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如此密集地被人们重新翻找出来，传播开去？这背后是不是恰恰反映了当下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人人都隐约感到不安、感到变局将至的特殊节点之上？预言的流行往往不是因为它预测了未来，而是因为它精准地命中了当下人们的心情。那么，当下人们的心情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环顾我们所身处的这个2026年，你会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感的时代。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大国之间的博弈与角力一刻也没有停歇。科技正以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重新塑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而许多人对于未来的经济，对于自己的前途，心里也都隐隐揣着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正是在这样一种弥漫于四周的集体情绪之下，那些关于大变局的古老预言才会忽然重新焕发出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所以能够击中人心，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真的洞悉了天机，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恰好为人们心中那一份模糊的焦虑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可以指认的对象。我们真正害怕的，其实未必是某一个特定的年份，而是那种脚下的大地仿佛正在悄悄移动的失重感。9分必合，9合必分，这是金圣叹留给我们的8个字。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它有它自己的节奏，有它自己的韵律。我们这一代人恰好就站在了一个可能会被后人反复书写的路口之上。2027年，无论它最终会不会真的如那些预言所说的那样惊天动地，它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多一分清醒的观察，多一分独立的思考，少一分人云亦云的盲从。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未来如此难以捉摸，那我们花时间去了解这些预言，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意义恰恰就在于，它逼着我们去思考一些平时根本不会去想的大问题。一个延续了千百年的格局，真的会永远不变吗？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世界，它的根基究竟有多么稳固？当我们开始认真地去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待眼前生活的眼光，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改变了。预言或许永远都不会100%的应验，但这种追问本身却能让我们在面对未来的种种可能时，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这或许才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最真实也最有价值的收获。